大家好，今天我们来讲一下轴的功能。这是一个4个电位器的这个 PCB，然后旁边这个是一个扭子开关，但是我们今天不讲扭子开关，我们只是用它上面的这些灯来演示轴的功能。首先，我们来到 Easy Control，来到设备页面之后呢，我们先配置一个魔术转换轴数据的这样一个功能。那这个功能呢，就是把我们的这个电位器输入的数据转换成一个轴可以读取和使用的数据，那么这个叫做校准。那么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魔术转换器的这个配置。首先我们会看到3个参数，一个是超出次数，一个是采样次数，还有一个偏差值。那这个都表示什么意思呢？我们来看一张图。首先这个轴在正常情况下是会有一定的抖动的，这个是由于这个电磁噪声造成的。比如说，我们把这个值都设成0，你会发现它这个值会在一定幅度内跳动。那上面的这2条蓝色的线就是这个偏差值，也就是说，它跟我们需要稳定的这个值之间产生的一个偏差到底是多少。比如说，我们可以认为这个就是这个蓝色的这个线和中间这条黑色的线中间的这个值，比如是2，那就是上下都有2的偏差值，就是这样的一个意思。那这个超出次数的意思就是说，这个红色的线是实际轴的输入的数据，那么它超出这个偏差值的次数。那么我们依旧来看这张图，那么它超出了1次，超出了2次，超出了3次。注意上面这个箭头指的是这个读取轴数据的这个间隔，就是每一个箭头它会读取1次这个轴的数据。那这边就相当于是连续3次超出了这个偏差值。那你会发现第4次的时候它并没有超出，这里要注意，第5次也没有，那么第6次也没有，那第7次又超出。OK，这是超出次数的含义。OK，那这个我们稳定这个轴的这个数据的算法，就是说，根据这个偏差值，比如说我们把偏差值设成10，把超出次数设成3，那这个的意思就是说，比如说我们的超出次数是10的情况下，那它超出了10的这个范围的连续3次之后，那就会进到一个这个数据读取的模式里面，它就不会稳定这个值。也就是说，这个轴的数据是什么样子，它就读取什么样子。但是如果说这个偏差值，比如说在这个地方它并没有超出3次，那它就会进到一个稳定状态里面去，它就会忽略这个波动。那后面的这个采样次数呢，就是说，当我进到一个稳定状态的时候，我连续3次的平均值将成为这条黑线，就是这样的一个意思。那经过我们的这样的调整的话，我们就可以把这个轴的数据稳定住，并且在我移动的时候依然可以非常高效的响应我的轴的这个数据，就是这样的一个意思。那它会在这个设置好之后，设置到一个校准数据当中。那这个校准数据是没有办法配置的，那它会默认给你一个编号。那接下来的话，这里有一个轴反转的功能。当我点中之后，你会发现我的输入数据，也就是说我的这个硬件的数据，我这边硬件输入的数据和我输出到电脑里边的数据是相反的。你会看到输出的是这条绿线，输入是这条红线，
那你可以发现这个正好是一个镜像的状态。那接下来这里有一个轴校准功能，它会将你的这个输入的数据转换成一个较大的数据，并且根据一定的算法来进行校准。那首先我们先要了解的是这个位移。这个位移的意思就是说我舍弃小数点后面的几位数。那比如说我们来开一个计算器，比如说这个数字是65535的这样一个数字，那我舍弃一位的话，那最后这一位就会变成0，也就是说它只会读取前面11位的数据，最后一位它就是永远是0了。那舍弃2位就是后面这2位永远是0。那同理可知，就是你设置几位，那最后的这几位永远是0，就不会有任何变化，就是这样的一个意思。比如说我设置成1位的话，你会发现这个值就会在一个很大的幅度内进行，就是每跳一格，它的值的这个间隔会比较大，因为我们舍弃了最后一位，就是这样的一个功能。那最大值、中间值和最小值呢？这个是用来限定这个轴的幅度的，就是比如说你的这个轴，我现在这个轴没有任何的物理的遮挡，所以说它是一个满形成的。但是在某种情况下，比如说我的这个轴只能转半圈儿，但是我也希望它有一圈的效果，那我应该怎么设置呢？那首先我们先要把这个最小值，那这边是0，我就设成0。那我的最大值，我就把这个轴扭到中间。那我点一下这个最大值，那这个最大值就变成了我当前值。那我再设置一个中间值，再点中一下，那它就会在中间值和最大值之间进行变化。那相应的，我们看这条绿线就会在满形成当中进行变化了。那后面这个是死区的设置，就是我们先看这个有一个最大死区、中间死区和最小死区。那这个死区你会发现有一条蓝色的区域。当我的这个输入的这个数据进到这个区域的时候，你可以发现，比如我把这个最大值调大一点，当我这个红色的线不管在这个死区区域怎么变化，它的输出数据是没有变动的，也就是说它进到了一个不再响应数据的这样一个区域里边。我们可以适当的来调整这个死区，让一定范围内的区域不响应信号，就是这个就是一个死区的功能。那自动量程的话，当你打开自动量程之后，那下面这个最大值、中间值和最小值的作用就不再有意义了，因为这个值会每次你重启 EasyJoy 或者断电的时候，你需要从小到大来拧一次这个电位器，它会自动的帮你计算出这3个值，这是自动量程的这样一个功能。配置好轴数据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往下来添加功能了。那首先要讲的就是这个轴输出的功能。轴输出呢，它需要一个轴校准数据。那我们刚才已经通过这个魔术转换器来生成了一个校准数据，那我们就可以用到这个校准数据。那这里的话，可以用右键来选择你所需要的这个校准数据。那么我选择第一个。那接下来的话，这里有一个输出轴的这个编号，它会自动帮我们分配一个。然后用左键的话，我们可以选择这个编号，然后编号下面对应是一个轴的标识。比如说我们默认的情况下，1号轴就是一个 X 轴，但是我们不想让它是 X 轴，我们想让它是一个 Z 轴，那么就在蓝色框的这个框中1的情况下选择这个 Z， 那它就会变成一个 Z 轴。OK， 我们先上传上去看一下它的效果。OK， 重启完成之后呢，我们来到这个摇杆的页面。
你会发现现在已经多了一个 Z 轴，并且我们扭动这个电位器的时候，它会跟着进行变化。那这个就是一个最基本的轴校准的这样轴输出的这样一个功能。那接下来的话，我们继续往下讲。那这边讲到的是轴带按键的这个最小值功能。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这边它设定了一个百分比，当这个轴的数据小于这个百分比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百分比是255/1，也就是说是在255/10的这样一个范围内，它就会触发一个按键。那这边的话会有一个这个按键触发的这个灯，我们把它设置到第2个，就是这个蓝色的这个灯。那我们需要一个轴，同样的，我们需要一个轴校准数据。那我们依然可以使用这个我们刚才设定的这个1的这个校准数据。OK， 我们配置完成之后呢，我们上传它。重启完成之后呢，你会发现，哎，这里多了一个按键。当我们这个轴的最小值小于到那个我们刚才设定那个250/10的范围内，你会发现这个灯就会亮起，这个按键就会亮起，同样的这个灯也会亮起。那超出这个范围之后呢，这个按键和灯都会灭掉。这个就是一个最小值轴触发按键的这样一个功能。顺便一提的就是说，这个触发的这个值的范围是硬件的范围。如果比如说你在这边的话校准过了这个轴，比如说我们把这个轴校准一下，我们只需要后面这一段。你发现我拧后面这一段它是全行程，你看发现在中间和最后这段，但是我并没有触发这个按键，对吧？那是因为我们的物理行程并没有触发到。你会发现当我的这个物理行程触发到这个的时候，也就是说我们的这个 EasyJoy 读取的这个数据的百分比才是触发这个按键的百分比。你要注意这边的这个输出数据才是触发这个按键的这个百分比，而不是我们校准后的这个数据，这里是要注意的。那接下来的话就是一个轴这个最大值，那也就是说这个百分比超过这个百分比的时候，那你才能触发这个按键。那接下来的话，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背光控制。背光控制，那顾名思义就是说，我们通过一个轴的转动来控制灯的背光亮度。比如说我们现在控制3个，我们同样就是1、2、3个背光的亮度。你会发现现在已经奏效了，它已经可以影响到这个灯光的亮度。那我们先把这个灯永远点亮。OK， 我们上传上去。那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当我拧这个电位器的时候，这个灯的亮度会随之发生变化。这个就是通过一个电位器来控制我们背光亮度的这样一个功能。这个背光亮度是不影响灯的其他功能的，比如说你是数据驱动也好，还是灯光联动也好，这个是不影响的，这里要注意。接下来的话呢，是一个轴转波段开关的这样一个功能。也就是说，当我这个轴转到一定角度的时候，它会触发一个波段的开关。那我们比如说试着触发8段的这样一个波段开关。那同样这边还会触发对应8个灯。OK， 我们上传上去看看效果。哎，灯光冲突。
那我们就处理一下。OK， 我们重新刷新一下这个页面，你会发现，哎，多了8个灯。这边可以看到编号是从2到9。那同样的，我们扭动这个电位器的时候，它会从2到9来切换这个波段。同样的，这边的灯也会随之进行变化。那这个就是一个轴转波段开关的这样一个功能。OK， 那接下来的话就是一个轴转多段扳机的功能。那我们同样的也把它设成8个。那这边的话也是有8个灯。那这个和刚才的这个波段开关有什么区别呢？刚才卡住了，我们重新设置一次，比如说设置8个扳机，然后把这个灯配置让它不冲突，然后上传。OK， 那现在我们来看一下它是什么一个效果。当我们慢慢拧动这个电位器的时候，你会发现，哎，这个扳机会依次亮起，这个灯也是依次亮起，就全部都亮了。那我们拧回去，你会发现，哎，这个灯一个一个的熄灭掉。那这个就是扳机和波段开关的区别。那接下来的话是一个轴输入，也就是说我们把轴当前的数据输入到 Easy Control 里边。那我们上传上去看一下。OK， 我们重启完之后呢，我们看到这里有一个 EasyJoy 32V4B 的一个模块。那这里边的这个值呢，就是我当前轴的这个值。那相当于是它是把这个电位器的值直接输出到了 Easy Control 里边。OK， 那接下来的话，我们看一下这边有一个轴转鼠标的这样一个功能。那这边有一个鼠标速度，它是控制当你这个转动这个电位器的时候，它会在这个速度进行移动。那我们上传上去。那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哎，这边已经在动了。当我们鼠标在中心的时候，那鼠标是不动的。往左是鼠标往左转，往右是鼠标往右走。那同样的，下面这个轴转鼠标纵向就是上下的这样一个移动。那这个就是这个轴映射鼠标的这样一个功能。那这个轴转数据的这个，除了通过这个电位器之外，还可以通过像 TRE5010啊，像 MLX 系列的这几款芯片啊，包括这个 N35P112，这个是那个猪肝的那个猪肝那个猪油门左手的那个小摇杆，都是支持的。那这个的配置会在后面的教程里面单独来讲解。OK， 那今天的课程就到这里，谢谢。